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在演绎哭戏方面，杨紫与程毅的表现差异显著，堪称天壤之别。西门庆的油腻形象登上热搜，炸裂的哭戏更是让全场炸裂。真心说，演员请就位3这档节目，要是没有杨紫，我可不愿意看。在最新一集的考核前，杨紫霸气发言：“我觉得我够牛，凭啥让你来指指点点？要是你点评得很，我绝对会顶回去。”狠话刚撂，万万没想到，杨紫表演结束，导师们没有一个犀利点评的，反而个个都呲个大牙，笑得合不拢嘴，连导师们都忍不住啊！杨紫哭的鼻涕都拉丝了。与影帝的距离只差那一抹鼻涕，观众们简直乐疯了，就连吴镇宇老师都忍不住做出了标志性的表情。看来杨紫的实力真是不得小看啊！这一期考核，各位学员要面临的是导师出题，学员即兴表演。杨紫这回接到的题目是章子怡出的，搭档是王志飞。在戏里，她的角色是一位大侠。情节是与一个10年前的仇家再次相遇，仇人见面肯定是特别火药味儿大呀。导师要求的演出一系列的情感波动，先是震惊和愤怒，接着再变得委屈、自嘲，最后是眼泪直流的把那种破碎感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这听着确实有点难，不过杨紫不是说自己演了20多年戏了吗？她这手到擒来，应该没啥问题吧？还真别说，杨紫这20年的演艺生涯里，确实扮演过不少大侠。咱们不妨来看看她的经典造型：2缕龙须刘海垂在她的额头上，眼神中带着些狡诈。接着，她一歪嘴笑，哎呀，真让人毛骨悚然。言归正传，接下来展示实力的时候到了。注意看，在深吸了一口气，酝酿了情绪之后，杨紫马上进入了状态。只见她背后披着一件像是纱裙的斗篷，双手拿着把白色的宝剑，低头思索了一会儿，突然间抬起头来，这一抬真是把观众吓了一跳。镜头一转，近距离拍摄，只见她眼神凶狠，嘴巴咬得紧紧的，连我们子怡老师都忍不住笑了出来。接着，她朝王志飞转过身，脸上的表情透着一股认真劲，开口说道：“整整10年，我一直在找你。”王志飞随意一扬手，淡淡的问道：“你是谁呀？”他张嘴很大，但没说话，愣在那里哈了半天，嘴巴都忘了合上。啊，我懂了，他在装震惊，顺便打个哈欠，把眼泪逼出来。接着就该来一出愤怒了，他朝王志飞嚷道：“你这人真是心狠手辣，我把你当兄弟，结果你却翻脸不认。”果然，这个哈欠起了作用，杨紫老师眼里已经泛起了泪水，深深的入戏了。对方急忙辩解：“你别误会。”话还没说完，嗖的一声，杨紫一个箭步窜上前，直接抓住了王志飞的衣领。哎呀，活脱脱把在场的人给吓了一跳。杨紫老师的嘴巴紧紧抿着，眼睛死死瞪着王志飞，愤怒的神情简直要溢出来了。结果，王志飞凭借强大的气场逆转局势，反而让杨紫一步步退后，质问他10年前为何要杀了他们。这剧情反转的真是让人措手不及，杨紫老师这下可真是难以应对啊！果然，杨紫一边往后退，一边带着哭腔，双手一抬，委屈的不停地喊：“不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我没有。”就像个小学生被冤屈说偷了同桌的橡皮，这下可把我们杨紫同学委屈死了。他连说了5个我没有之后，就蹲下来抱着头痛哭起来，眼泪连连，感觉整个人都要崩溃了。他再次抬起头时，那一幕真是让大家目瞪口呆。就看到一条晶亮透彻的大鼻涕挂在鼻子下面，这真是忍不住了各位。这一幕实在太搞笑了，
就连见过大风大浪的吴镇宇都惊呆了，瞬间变成了表情包。吴镇宇老师的嘴角不停抽动，简直让人不敢直视啊！他那古怪的神情就像在说：“我不敢睁眼，希望这一切都是我的幻觉。”惠英红老师也是忍得很辛苦，真的是憋得不行啊，忍不住要笑出来了。现在现场的每个人都在犹豫，到底是笑还是不笑呢？虽然知道杨紫一上场就会让人捧腹大笑，可没想到能笑得这么欢乐。在表演之前，他还跟4位导师说自己来演员请就位3，就是希望能让观众认可他的演技，真正配得上演员这2个字。我觉得他根本不是来演的，明显是来搞怪的吗？有人说，这其实是杨紫和节目组互利共赢的结果，毕竟杨紫自带流量，人气超高，节目组也能因此受益不少。再说了，他和黄圣依的海娃表演有点像是一家子的，估计都是同一个学校出炉的吧。可也有些人替杨紫打抱不平，毕竟说哭就能哭出来，这说明他的演技还是有点底子在的嘛。而且王志飞的演技有些不按套路出牌，杨紫竟然还能接得上，虽然最后那鼻涕有点让人不适，但整体演技还是能让人满意的。跟某些观众对杨紫的宽容相比，大多数人觉得杨紫的表演实在太尴尬，让人看得不太舒服。大家也忍不住吐槽，真搞不懂黄圣依当初是怎么看上杨紫的。也许这就是杨紫的算盘，以后可以往搞笑方向发展。光是看到杨紫就忍不住想笑，搞喜剧还是很有潜力的。无论网友们怎么说，杨紫和节目组都成功吸引了很多关注，杨紫的热度也是蹭蹭蹭往上飙。为了让大家放松一下眼睛，接下来咱们就来瞧瞧正版的大侠，看看程毅是怎么逐步递进，演绎出这么多种情感的吧。在莲花楼中，程毅扮演的角色是李莲花。10年前，他的师兄不幸去世，彼此从小一起长大的情谊，让他立下誓言，一定要找到师兄的遗体，查明真相，抓住凶手。可在调查的过程中，他逐渐意识到师兄竟然是个反派角色。这位曾经的亲密伙伴究竟隐瞒了什么样的秘密呢？有一天，他意外地发现他苦苦寻找了10年的师兄，竟然安然无恙地出现在自己面前。他一时愣住，心想师兄居然没死。他脸上带着不可置信的表情，慢慢走向师兄，仿佛是想确认下面前这个人究竟是不是他的师兄。可是，一堆线索却指向师兄是那个杀了同伴的人，他心里充满疑惑，脸上隐隐流露出愤怒的神色。接着是一阵委屈，若师兄其实没死，明明活着却选择不告诉自己，那这10年来的苦苦追寻又有啥意义呢？李莲花呀李莲花，你真的是个大傻瓜，这10年里被人骗得晕头转向，这不就是自我调侃吗？想了想，自己本来就孤零零的，辛辛苦苦找了个疼他的师兄，结果竟然被他欺骗了整整10年，心里难受的不行，哭得真是一塌糊涂，那个心碎的感觉表现得恰到好处。说到演技，程毅真是没谁了。说实话，每位演员的表演风格都不一样，观众的审美也是五花八门，各有所好，萝卜白菜，各取所需。在繁忙的生活中，能给大家带来放松和欢乐，这本身就是一种特别的价值嘛。